我勒个去了，大熊又喜欢上别人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得的礼拜天，大熊一觉睡到9点钟，哪怕碍于女帝的威严艰难下楼，也依旧抵抗不了瞌睡的侵扰，上演了个1秒就睡，整的哆啦 A 梦都无语了。这个时候，电视上正播放着一条新闻：乘坐热气球环游世界1周之旅，真是想想就了不起。就特了老当益壮，而他的孙女丽达，哇哦，有一说一，这小姑娘也太可爱了吧！确认过眼神，遇上对的人，大雄无意一瞥，却就此沦陷。打这儿开始，他成为了丽达的铁杆粉丝。这趟旅程从贝鲁特出发，丽达和爷爷将顺着风向一直向东前进，最后再飘回贝特鲁。哎，等等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们将会路过日本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就这样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满怀期待地看向窗外，期待着丽达和爷爷的平安。毕竟一想到丽达那可爱的模样，大雄的脸上就忍不住泛起朵朵红云。但想念归想念，总归是比不上亲眼看看的。于是为了满足大雄的心愿，万能的哆啦 A 梦上线了，直接就拿出了道具两极镜和两极地图。就这样铺开地图，一顿摸索，哆啦 A 梦没费多大劲儿，便准确定位了丽达祖孙俩的所在。这下好了，大雄的兴致立马就上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儿怎么那么的乌漆麻黑呢？哎，扭一扭，转一转，画面就大了嘛。然后再调节一下角度，得嘞，老爷爷顺利入画。至于丽达，人家正睡觉呢。毕竟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需要养足精神，轮流站岗。不得不说，这道具简直绝了，在家里便能看遍世间繁华。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城，我勒个去了，这熟悉的场景，难道胖虎和小夫是要模仿丽达祖孙的环游世界之旅？要不要那么做大死啊？就这不到10个的普通气球，你们俩明摆着会失败嘛？但胖虎却始终不死心，勒令小夫化身成为自己的助推器，顺着坡道往前推。Go go， 胖虎号飞啊，胖虎号！只可惜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刚刚离地不到1米，胖虎就上演了一个高质量的垂直降落，吧唧一声响，摔了个一字马。见此状况，大雄和哆啦 A 梦顿时笑到不行。好家伙，还绕世界1周呢，就连后山1周都办不到好法，这种绝妙好场景一定要现场观摩才行。结果没想到，两人紧赶慢赶，竟然意外碰见了胖虎的现身说法，从自己的精准实验与亲身体验2个方面，跟静香默默吐槽起了热气球环绕世界1周的不可能性。身为丽达的粉丝，大雄顿时就忍不住了，不仅立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觉得丽达祖孙绝对能成功，还胆大包天的吐槽起了胖虎小夫用气球做实验的愚昧无知，真是给你点颜色你就想开染坊啊！胖虎怒从心中来，决定要和大雄赌100个拳头，看最后丽达祖孙究竟能不能成功。而这次大雄愣是凭借着心中对丽达毫无来由的信任，答应了赌约。只可惜万事万物皆可变，大雄却还是那个卓越的天气之子。夜幕一降临，电视上便报道起了丽达祖孙在巴基斯坦北部失去踪影的消息。这下他们傻眼了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火急火燎地跑回了房间，准备紧急启动追踪计划，定位丽达2人的存在。就这样，两人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不费多大劲儿就顺利找到了目标人物。但是这处境属实是不太乐观，受到气流的影响，两人来到了一片崇山峻岭，那里因为海拔过高，空气非常稀薄，眼瞅着爷孙俩就要喘不上气了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仿佛受到了大雄的爱心感染一般，他们的热气球直接就像一连串的冰柱飘去，一个搞不好可能就会葬身谷底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真的哆啦 A 梦找不到道具的老毛病顿时就发作了，好不容易才在千钧一发之际掏出了道具地球橡皮擦，真是离了大谱了。他这轻轻一擦，竟然把山给擦没了，耸立的山峰顿时成了辽阔的平原。于是热气球就这么通过了，丽达直接就给整蒙圈了。难道刚刚自己看见的都是海市蜃楼，又或者是什么幻觉？而爷爷，好吧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Lucky。 好了，吃完宝树瓜后，为了世界和平，哆啦 A 梦再次拿出了道具地球铅笔，只要有了它，刚刚消失的山峰便能恢复原状了。说干就干，大雄一边回忆着山峰的形状，一边画了朵郁金香。少年好想法，你也就是仗着哆啦 A 梦脾气好了。第二天，大雄爸在报纸上看到了丽达祖孙的热气球再次现身的好消息，一家人高兴的不得了。但胖虎小夫就不行了，一想到不能看见大雄被狂 K 一顿的盛景，
两人就失望到裂开。整的静香和大雄脾气顿时便上来了，大雄还立马一脸坏笑地表示起了自己对于那100个拳头的期待。然而意外来的就是那么猝不及防，大雄前脚一进家门，后脚便看到了电视上利达祖孙在蒙古高原附近再次失去了踪影，而且当地还遭受到了巨大龙卷风侵扰的报道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的心立马就揪了起来，一想到两人可能正在龙卷风里瑟瑟发抖打转转，他们便赶紧冲回了房间。追踪模式再次启动，左看看右找找，两人担心的不得了。而胖虎和小夫就不一样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个打脸的好时机，两人马不停蹄就跑到大雄家门口叫嚣了起来，一顿冷嘲热讽。大雄赶紧提前准备好那100个 OK 帮，这也太气人了吧！好在哆啦 A 梦救场及时已经找到了利达祖孙的身影，只可惜热气球已经变得破破烂烂，两人正躺在地上不知死活呢，这下难办了，总不能见尸不管吧？哆啦 A 梦立马就拿出了任意门，带着大雄一瞬间跨越千山万水，来到了利达的身边。说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利达只是受到惊吓晕了过去，没有大碍，而他的爷爷就不行了，腿上伤了好大一块，还骨折了。不过有问题就找小叮当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哆啦 A 梦立马就拿出了道具万能 OK 绷，不管是什么伤口，只要贴上它就能够顺利治好。接下来就是热气球，很简单，哆啦 A 梦直接拿出了时光包袱巾，让它盖在了热气球破损的大洞上，不消片刻，完好如初，轻轻松松，问题解决。趁着利达祖孙俩还没有苏醒，大雄默默说了句加油，就跟着哆啦 A 梦的步伐穿过了任意门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受伤不重的利达已经悄咪咪地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了他们离开的背影以及消失不见的任意门。就这样，哆啦 A 梦和大雄走后，利达祖孙俩很快就振作了起来，不仅爷爷的伤口恢复了，就连坏掉的热气球也胀起了气。不消片刻，祖孙两人再次启程，飘向了远方。后来的后来，胖虎如约而至，明明是要被打100拳的存在，却胸膛一挺，拳头紧攥，弄得大雄都不知所措了，被胖虎的威势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于是两人顿时就来了个局势大逆转。看着大雄这样还被胖虎追得到处跑，哆啦 A 梦几人纷纷傻了眼。突然天空中飘过来一个彩色的神秘物体，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，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。托他的福，世纪大追捕就此终止。大家用力的挥舞着手臂，利达祖孙看见了，立刻跟他们热情的打起了招呼。五人组兴奋极了，不断追寻着热气球的行踪，并给予了万分的支持以及安全的叮嘱。利达看着那一蓝一黄的背影，不由得陷入了沉思。一瞬间他有些恍惚，却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，这跨越大半个地球的奇迹。不管怎样，他和爷爷的热气球围绕地球1周之旅将会继续，连带着这些少年的祝福，撒花又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做过热气球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